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这一集影片里面要分享的是开箱美术老师的包包，介绍包包里轻量化水彩用具，并且零基础5分钟学会画树哦。那不啰嗦，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示范影片吧。为了让大家可以一起感受一下今天的示范用具是多么的轻量化，所以我设计了一个很特别的开场。而这个特别的开场呢，就是我即将把示范用具从我平常背的双肩背包里面拿出来。没有错，这个就是我平常在背的双肩背包。我们顺便一起打开来看看美术老师的背包里面还放了其他哪一些东西。一打开来看到的是一个可以让你所有用具都收纳的整整齐齐的双肩背包专用的包中包。那我们直接就把这个包中包拿出来看看里面的东西吧。好，这个就是背包专用的包中包拿出来的样子。我们就快速的来看一下平常美术老师的背包里面都放些了什么东西。第一个，酒精喷雾罐。疫情期间出门在外，随时随地需要消毒自己的双手，还有也许是中午用餐时的桌面。那接着这个呢是分装用的洗手乳。那再来吃完饭之后可能需要简单补个妆。好，在下面呢看到的是这一罐精油万用膏，可能低着头画画或是做速写，时间久了会肩颈酸痛，需要抹一下脖子。有了这个万用膏之后呢，接着一定会用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刮痧板。没错，这个刮痧板呢，我已经携带在身边好多年了，这是在大创39元用品店，当年都还是39块的时候，以39元买的。那再来补妆用的口红。好，那一样因应防疫期间呢，会再多一个口罩套。那这样口罩呢就可以干干净净的收纳起来，方便随时再使用。那接着这边呢，这个夹层会看到的是这么多年来呢，美术老师包包里面一定会有的草本喉糖。那这个瑞士进口的草本喉糖它很方便，因为第一呢，小巧可爱，方便携带，不占空间。第二呢，每一个包装盒呢都是一款艺术家的作品，所以我超爱的。那再来呢，一定有一个精致的布包包。布包包里面呢装的是面纸。好，看到这边呢，大家一定都会带的梳子。那接着这里有一把美工刀，方便随时需要裁剪纸张。那对过来这边的夹层里面呢，放了水笔，随时可以速写用的。那有了水笔，一定要有这个装水的滴管，方便吸水来补充水笔里面笔管里的水分。那接着呢，这个是铅笔跟黑色的水性笔，方便勾边描边用的。那这个夹层里面放的是一个小小的保温杯。那我很喜欢这样子的夹层，因为它可以把保温杯呢固定的好好的，让它永远是站立起来的。那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拉链，又多了一个夹层。那这个是皮包，就不用再多说了。那紧接着这个主角登场了，它就是水彩手账本。再来下一个要登场的，今天的主角是法国圣内利尔分装的水彩颜料，它有24个颜色。那每一个颜色是1毫升。那我觉得这个蛮贴心的，如此一来呢，你就可以很便宜的用分装的方式使用到法国圣内利尔的水彩颜料。至于打开里面是什么样子呢，待会来揭晓。好，那不啰嗦，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示范影片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走到哪里画到哪里的一个概念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示范用的其中一个主角。那它这个水彩手账本其实还蛮贴心的，除了它真的就是差不多一个手掌的大小之外呢，它帮我们准备了24张水彩纸，并且是300克。那再来这边可以看到它的尺寸，那9公分乘以14公分，并且它是中粗纹。那它有蛮多种颜色选择。那因为这个粉色系我看起来真的是很喜欢，所以我买的是粉色系，真的好粉哦。
这个粉红看起来心情就是很好。那我们把它拆开来看看。好，拆开来呢，这里还有一个松紧带，让你固定这个水彩本用的。打开之后呢，看到里面的内页，那近距离的来看，可以观察到这个水彩纸的粗细，并且它这边还打了虚线，方便你画完的时候，如果要立刻撕下来变成明信片寄出去，那是很方便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法国深内利尔水彩分装的颜料，那它呢帮我们分装了24色。那这个厂商蛮贴心的，因为你买了分装的组合之后啊，你就不需要那我每一次在测试颜料的时候呢，我笔尖的含水量都是固定的，并且在每一个颜料上面呢，都同样条件的绕10个小圈圈来沾取。接着呢，把笔转移到水彩纸上，然后去呈现色彩由浓转淡的过程，并且由这个过程当中呢，去观察色彩的饱和度，还有它在水彩纸上渲染出来的透明感。接着我发现我笔尖所指的这个黄色，还有这个浅咖啡色，甚至黑色底下的蓝色，它所呈现出来的色彩浓度还有饱和度其实是不太够的。好比说现在笔尖所指的这个类似于牛顿学生用的派泥灰，它的色彩浓度饱和度也是不够的。但是呢，它也有它优势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好比说像画面所指的这个正红色，还有桃红色、胶赭色，再来它的紫色，色彩是非常漂亮而高雅的。至于最后这一款颜料会不会成为我们调色盘里面会用得到的选项，那就是端看自己个人的创作风格，还有自己个人对颜色的喜好来做决定咯。
因此，如果这款颜料刚好符合你的创作风格与手法，那么它就是你调色盘上的座上嘉宾咯。好，接着正式进入示范。为了模拟在外面速写的那种环境，所以我们今天的示范过程全程只用一张卫生纸来做笔尖或笔腹吸水的动作。在画树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原则，从树枝的尖端乃至于越接近地面的树干，甚至于到树根的地方呢，是越接近地面要越来越粗。那并且呢，在每一个树枝或者是树干的转折点，我都会将笔往下的下压，产生一个顿点。那这个有力量的顿点，它就会让树枝在整体呈现上是比较有力道的，是比较有刚劲的感觉出现哦。眼尖的同学们这时候会发现，这好像是水墨画里面画鹿角枝的那种概念。没有错，水墨画里面画树枝树干的那种概念呢，是可以融合到水彩里面来的。那我们就很快速的把这个树枝跟树干画完，并且在暗面的地方呢，局部的加了一点点紫色。而通常在树干的暗面加上一点紫色或者是群青来做暗调子，它所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是比较高雅的哦。好，等树枝跟树干的水分都干了之后，我们紧接着用浅绿色来表现树叶的亮面，再逐渐调深一点的绿色，并且加一点点咖啡色降低彩度来表现树叶的暗面。在这边呢，整体树的外观形状，我会建议同学们用一个简单的口诀来做呈现，也就是有大有小，有进有出，有聚有散，有浓有淡，类似于文学般的铺陈，它做出来的效果会是比较自然而且活泼的哦。至于在树叶最暗面的地方呢，我采用的手法是用干净的蓝色或群青色来做展现，因为这样子色彩的层次就又多了另外一个变化，而且仍然是保有水彩通透的感觉。接着呢，在等树叶干的过程当中，顺便用一点点土黄色，然后混搭一点点的紫色进来，降低彩度，来表现一下地面上的那种质感。在这里呢，我所呈现的方式是把整个笔呢横向的躺下来，然后用水平笔触前后拖拉，并且局部滚动笔尖的方式来做地面的质感。再加上这是一张中粗纹的水彩纸，所以在表现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飞白的感觉。那这个感觉恰恰好，也可以呈现出阳光洒落在地面上所产生的那种反光。最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在已经干了的树叶还有树干树枝上面呢，做局部的重叠法，加上一点点笔触来呈现一片一片小小树叶的概念，让整体呢更加的丰富。并且要注意，有一些叶子是必须要局部性的盖住树枝，因为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有的叶子是覆盖在树枝上，有的叶子呢是长在树枝的后方，有前后的空间感。最后补充说明的是，在画的顺序当中，到底是先画树枝树干，还是先画树叶，等树叶干了之后再来将树枝树干补上去呢？答案是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所有的绘画技法也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出适合自己的画画手法就可以了，甚至于我们也可以创造另一种属于我们自己风格的绘画技法哦。好，到这边我们所有的分享跟示范就告一个段落，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我们下次见喽，拜拜。